开直播的时候，一位粉丝说他家的宠物鬼总喜欢压人床，全家老小被他压了个遍。看了他的品相，确定是适合我园区的鬼。我对着镜头怒吼一声：发来，我叫文斌，开了一家厉鬼调教园区，专门整治那些不听话的宠物鬼。鬼也不再是恐怖的代名词，而是可以 DIY 定制化。霸总风、暖男风、御姐风、淑女风，应有尽有，真正实现了人鬼大和谐。但和其他宠物一样，总会有个别不听话、不适合饲养的鬼。这些鬼本来都应该安乐超度，但我感觉人家的生命都已经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落幕，做鬼也不容易，能多给一次机会就再试试。万一调教好了，就再给主人送回去；调教不好，就留在园区看家，也挺好。整个调教的过程我不收钱，纯义务。但真遇到那种调教不好的、十恶不赦的，直接超度，再给粉丝发一只同类型的新鬼，粉丝也不算亏。2年时间，园区已经留下200多只厉鬼。好在这玩意不占地方，不然我真养不起。每晚的直播的连线也成了万众粉丝最期待的一个环节，我也乐在其中，见识各种不同性格的奇葩鬼。斌哥你好，我家鬼总咬人。什么情况咬？就是喂阳气的时候特别凶，我家里人都被咬过。你再喂一下，我看看。啊，我不敢。屏幕对面的粉丝是个很可爱的女生，养了一只拉布拉鬼。这鬼聪明、帅气，笑起来很甜，一副阳光大男孩的形象。没事，你离远点。我不敢呀，它咬人可凶了。你这样，你看好镜头，只要你不走出镜头的范围，我保证你没事。女生颤颤巍巍地把装满阳气的饭碗递给拉布拉鬼，那鬼轻蔑地瞪了他一眼。还行啊，这也不太凶啊。哎，你等会。话音未落，厉鬼猛地起身，快如闪电扑向女孩，一对獠牙就要咬上她的脖子。气本清明，玄光护体，一道青光从手机屏幕里激射而出，笼罩在女孩身上。厉鬼崩掉了2颗獠牙，哀嚎着缩回角落。女孩更是吓得跌坐在地上，2条小腿胡乱地蹬地。斌哥，你看他，我靠，是挺凶。怎么办？我先问问你哈，你旁边的笼子是干啥的？这宠物鬼你就这么养吗？啊，咋了？还咋了？谁他妈告诉你把鬼放笼子里养的？你当养狗呢？女孩有点愣，不是这么养的吗？卖家就这么给我发来的呀。卖家发给你是怕他跑，用咒术笼子困着，你怎么还把笼子当成他家了呢？真的，我是那鬼我也咬你。那笼子都贴着符呢，睡个觉一不留神就碰着了，一碰一股烟，一碰一股烟。哥你有怨气没？给你关笼子里睡觉你愿意呀？我不知道啊，说了多少遍，养宠物之前先了解常识，不会养就别养，害了他也害了你。斌哥，那这鬼怎么办？不管怎么说，他咬人确实不对。发来，女孩欢天喜地，轻轻拍了拍胸口，一颗悬着的心有了着落。下一位，斌哥，我家鬼不吃饭呢，你喂的啥？阳气呀。我看看来。粉丝拧开一个瓶子，里面若有若无的泛着雾气。你在哪儿买的？网上。那他们是阳气吗？那他们是二氧化碳，你家鬼吃二氧化碳啊？啊，二氧化碳，我看仙气缭绕的呢。那他们是干冰，去正规商家买它就吃了。下一位，斌哥，我家鬼没有精神，没什么事儿就在那趴着，说话也不搭理我。我瞅瞅来，一只女鬼穿着百褶裙，无精打采地趴在阴影里。不是，你养宠物不喂饭啊？喂了呀。一顿喂多少？1瓶盖。谁他妈告诉你的？买的时候商家说1顿1瓶盖，1天2顿。这鬼你养多长时间了？7年。7年前1瓶盖，现在还他妈1瓶盖呀？啊，你呀你大爷，那他妈是饿的，饿的你回头看看你家鬼都他妈要饿抽过去了。那喂多少？这么大鬼一次喂2两杯，喂1杯，这鬼跟你真他妈倒了血霉了。见了阳气，那女鬼小姐姐丝毫不顾及形象，大快朵颐，口水直喷。斌哥你好，你看看我家鬼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他总动我电脑，还删我文件。动你电脑？对，趁我睡着了就开我电脑，把我报表都弄乱了。我看看鬼，这鬼卖相实在不咋的，黑眼圈，脱发，一脸疲惫。这哥们是加班猝死的，做决议没做干净，有点反生了。你买2包孟婆汤给他喝了就好了。斌哥，我这鬼总骂我，天天对我吼，还对我吐口水，我感觉有点侮辱我的意思。和尚一个一个毛病，他活着的时候是个老板，给灌点孟婆汤就好了。啊，我还合计我好吃好喝伺候着，怎么还吐我呢？太没良心了。擦，老板哪有那玩意？斌哥，我家鬼总到处尿尿。尿尿？对，家里家具家电、日常用品、碗筷他都尿过。我擦，这鬼有意思，让我看一眼来。一副猥琐的面容映入眼帘，对着镜头嘿嘿的乐。这鬼就是单纯的坏。发来，我搓了搓脸，同意下一位粉丝的连线。这回是一个帅气的小哥哥。斌哥，你好。直接说事儿。长时间的连线让我有点不耐烦。我家鬼叫66，总压床，压我，压我爸妈，压我媳妇，谁都压。回生前兆，喂点孟婆汤就好了。
喂了，没用。喂多少？前前后后喂了7、8碗。我靠，那别喂了，再喂成傻子了。对呀，我也不敢喂了，就想着请教你。我看看长什么样来。一只女鬼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捧着脸，目光清澈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。平时也这么老实吗？对，挺老实，也听话，就是喜欢鬼压床，不让压就咬人。还咬人？看不出来呀。真的，你看。粉丝把镜头对准胳膊，胳膊上缠着厚厚的纱布，用红丝线绑着，还贴着符纸。那符纸是狂鬼疫苗，这是真被咬了。有点意思，发来，一众厉鬼被封在乾坤罐里，排坐，随着香货来到我们园区门口。卸货小哥手脚麻利，快速又小心地把罐子摆好在地上，飞似的逃开了。这群厉鬼刚来园区都有点懵，没有表现出来什么凶相，但我知道温顺只是他们的伪装，一旦有机会，他们都会露出漆黑的獠牙。普通人听不懂你们说的鬼话，我能，我也知道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。这里是厉鬼园区，到了这儿是龙给我盘着，是虎给我握着，这是为你们好，哪个不听话可以试试，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文斌的手段。有兴奋的，有害怕的，还有谄媚的。只有66，很特别，坐在地上不哭不闹，双手托腮，看向阴影里被风吹得左右摇摆的枯稻草。就这一下，我明白这女鬼不简单，反生是肯定的了。一般的鬼做了决议，喝了孟婆汤，就会忘却生前往事，安心做只宠物鬼。少部分前世记忆强烈，会有反生的可能，就是一点一点回忆起前世的模糊碎片，行为会变得诡异。这种的，喝2包孟婆汤就好了。但有一种非常非常少见，前世有很重的人或事儿，放不下，刻进了骨子里的放不下，不管喝多少孟婆汤都没用，该想起来的还是会想起来。这一类是注定会变成害人厉鬼的，被其他人发现，只能趁着没恶化，提早安乐死。66就是这一类，别瞎想，来了这就好好生活。我蹲在66面前，看着他那无神又无助的眼睛，他歪着头看了我一眼，好像又想起了什么，张开血盆大口冲向我的面门。射！右手中指食指并拢，大拇指压住无名指第一个关节，小拇指搭在大拇指上，一记剑指后发先至，戳在66额头上。唰！腰间红线飞舞，空中一个翻花，缠上66，眨眼间把他捆个结实。他像一条离了水的鱼，激烈的扑腾，又毫无办法。给脸不要脸了还！一脚把他踹进阳光里，先来个日光浴玩玩。正午的大太阳最毒，人晒时间长了都受不了，更别说是鬼。66全身黑烟弥漫，随后黑烟消融，露出本体，再被晒出黑烟。整个园区充斥着凄厉的鬼叫。胆子小的宠物鬼已经开始发抖，随66一起来的这批更是目瞪口呆，温顺的像群小绵羊。日光浴是我们园区最恶劣的惩罚，很少用到，一般都是灌符水、乐粽子、风雷鞭、剁肉馅这一条路。上来就逼我用日光浴的66是第一个。晒了半个小时，只有微弱的鬼气翻涌，不能再晒了，再晒成鬼干了个屁的。拖回棚户里，盯着他的眼睛。错没？我都以为我看错了，我竟然在他眼睛里看到了挑衅。焦糊的皮肤，开裂的骨头，一名倾国倾城的女鬼，现在都没了人形。他居然还在挑衅！鬼门开，单手掐诀，棚户地上浮现暗红色的法阵，阴气如泉眼，从地面汩汩冒出，疯狂地窜进66身体。这过程折磨程度不次于日光浴。不到5分钟，66恢复到全盛时期，被我扯着头发又丢到太阳下。一天时间，反反复复来了3次，直到太阳下山，我累了，他也疲了，方才作罢。兵哥，这就是厉鬼前兆，调教不好的，留着也是害人，弄死吧。小助手的话没有避讳66。66闻声向我们这里看了一眼，没有害怕，嘴角一挑，居然笑了。再试试吧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这姑娘是冤死的，想起来自己的死状了。自从66来到我们园区，鬼哭狼嚎这个词算是绝种了。不管多淘气的鬼，被他瞪一眼，立刻老老实实。大半夜安静的像是大学生期末考试似的，我也难得睡了几个好觉。就是这丫头身上的鬼气越来越浓，怨气越来越重。厉鬼都是这样的，随着记忆恢复越来越多，实力也就越来越强。还好，目前我还能压制得住。还有一点好处，66老实了很多，见了我只是挑衅和嘲讽，没有咬人的动作。我和小助手分析了一下，刚来园区那阵，应该是把我当成害死他的凶手了。现在记忆恢复更多，看清了我不是那人，也就没有攻击我的动作。唉，实话实说，这确实是一只好鬼，能调教过来，别说当宠物了，看家护院都没问题。就怕调教不好，路越走越邪，成了大祸害。这天我还是像往常一样，边开直播边在园区里溜达，不知怎么着就坐在了66身边。66看了一眼手机屏幕里的画面，兴趣缺缺。哇，这就是那只喜欢压床的鬼吧？我记得好像是叫66。兵哥，他有压过你吗？不得不说，这鬼真漂亮。就是，我家鬼要是也这么漂亮，被压一下也不是不行。
六六刚一露脸，公屏上开始了热烈的讨论。能看出来，六六的人气还是很高的。这样一只鬼，超度了也太可惜。兵哥，我家鬼是不是生病了？不愿意动弹，也不愿意出门。哥们，你翻转一下镜头，我看看。确实像生病了，这鬼身体很虚。你这鬼营养不良呀，多吃点补品。吃了没有用，身子骨一天比一天虚，感觉买了一只病鬼都要断气了。你多领他出去转转，让他好好跑一跑，增强体质。不出门，每次出门都得又劝又打又骂的。不应该呀，鬼爱出门是天性。正聊着，一位半头银发的老人拎着驱鬼绳套在那鬼的手腕上走了，出门逛街。我一脑门子黑线，特么的，你等会儿，你家大白天遛鬼呀？哎呀，我爸说他晚上要睡觉。你这他妈不放屁一样吗？那鬼白天还睡觉呢？我这日光浴半年不用一次，你家鬼天天日光浴呀？这没被遛死都算他八字硬。那兵哥，你说怎么办？把鬼扔家，把你爸发来。六六看着屏幕，咯咯的笑着，笑着，眼神里都是温暖。我特么真是日了动物园了，收来一只病鬼，传染病。园区200多只鬼被传染了一半。鬼的传染病和人不一样，人生病会发蔫，鬼生病会亢奋。现在不管是白天晚上，那群病鬼嗷嗷的叫呀。在园区安个灯球，就好像他妈那大型蹦迪现场似的，什么动静都有。给鬼看病也不便宜，找来天师挨个治，花我60多万。好在发现的早，也就病死10多只。但这事儿熬心血，我特么整个人都瘦了一圈。把好鬼转移，病鬼隔离，忙活了1个星期才算完事儿。那只带病毒进来的鬼，怎么说呢？看着他还来气，弄死他还不忍心。尤其他还挺委屈，蜷着双腿坐在墙角，抱着破洞拉丝的黑丝袜，眼泪汪汪地看着你。就那个小眼神，金刚罗汉来了也下不去手。我算你长得好看，但凡你丑一点，我非弄死你解解气。胡乱骂了几句，进屋睡觉。还没睡多一会，小助手把我摇醒。兵哥，不好了，六六逃了。逃了？什么叫逃了？我文斌园区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？还特么能有鬼从我手里逃出去？怎么他妈能逃？你自己看监控吧。监控里，六六用身上一半的鬼气撕裂了驱鬼符，对着监控挑了挑眉，飞身撞向园区结界。撞了10几次，结界碎裂，六六扬长而去。结界碎裂动静很大，正常情况我不可能听不到，但现在园区病鬼太多，噪声太大。那群病鬼看见六六挣脱束缚，好像也给了他们逃的希望，一个个叫得更大声。加上我最近太累，睡得太死，一点没有察觉。我特么的，我文斌不把他抓回来，以后他做人，我做鬼。拨通一个好久没联系的号码，老杜，求你点事儿，你把我园区附近法眼调一下，我要看监控。嗨，别他妈提了，跑了一只鬼。你别笑，你赶紧给我查，这鬼不是一般的宠物鬼，放外面容易出事儿。他妈的叫六六，挂了电话，点了根烟，皱着眉头骂娘，骂的小助理悻悻离开，骂的一众男鬼女鬼噤若寒蝉。后半夜3:36，手机刚响，我赶忙接通，查到了，六六最后出现的地点是云州临兰市。奶奶的，这才多大一会，从特么东北跑云州去了，比我坐飞机都快。抓鬼就这点不好，他是飞我是追，很可能我刚到地方他又溜了。你把具体位置发我，我这就过去。明天咱俩一起吧。咋了？云州出现厉鬼伤人事件，我得过去处理。我心一凉，和六六有关系？不确定，大量平民受伤，事儿挺严重。一夜没睡，直觉告诉我，这事儿肯定和六六有关系。飞机上，老杜看着我那一双浓重的黑眼圈，憋不住的笑。别说，你现在这形象像被鬼轮了似的，没好屁就憋着。要不你睡会？睡不着。那我给你说说那边的情况吧，我和领导申请了，这次你还算编外协助。昨天老杜挂了电话就查六六的踪迹。六六从园区出走后，一路向南出了省，出省后，老杜的权限就不够了，只能向上申请法眼使用权限。等回复的功夫，云州那边出事儿，上级要求老杜去云州那边协助捉鬼。看云州视频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了六六，只有短短几秒钟的镜头，是六六正在给一只受伤的厉鬼渡阴气。那只受伤的鬼手上有10几条人命，也不是说六六就一定是同伙，但那个时间节点，他刚到云州就出事儿了，真是巧合也太荒诞了些。云州所有天师集体取消休假，其他州也都在派人前去支援。这么严重？一共多少只鬼？不好说，几万肯定有。多少？几万。地府被特么喀秋莎炸翻了，具体不清楚，但第一件事儿肯定是先都抓起来。聊到这，飞机上其他几州天师一阵唉声叹气，哀叹的不是这次工作辛苦，而是每次出现这种大范围安全事件，后果都会异常惨烈，天师都随时可能牺牲，更别说普通人了。飞机抵达云州是晚上8点多，机场有人来接，简单寒暄之后，众人上一辆大巴车。我没上接机大巴，而是随老杜上一辆黑色奥迪，车里坐着云州这边的安全部门领导，
和老杜是平级。那人也不废话，开门见山，任务艰巨，我就直接说了，首要任务就是抓鬼，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，能抓就抓，抓不到就灭，最快速度保证生活区域里没有厉鬼。我举手表示想发言，我申请去有66活动的区域执行任务。云州负责人看了我一眼，这位是老杜，赶紧解释，编外协助，他养的一只鬼逃了，也在云州。行，让杜指挥给你安排。一行人没有休息，一起进入指挥所大楼，划分区域以后分头行动。我因为是编外人员，只负责一小片区域，没有驻守，但1小时之前66在这附近，胡乱忙活了一晚上，收了厉鬼3只，可惜没抓到66。一直到凌晨，随便吃了点东西睡觉休息，等太阳落山继续工作。转眼过了3天，我依偎在胡同的角落里，擦了一下额头的汗，猛灌一口矿泉水。66这死鬼跑哪儿去了？连个鬼影子都看不见。正自顾自地言语着，西方传来一声惨叫，一声鬼笑。提剑赶到现场，一名中年男人颤抖着跌坐在地上，手里握着驱鬼符，可惜那只手没连在胳膊上。他对面龇牙咧嘴的正是66，让我好找。桃木剑挽出一道优美的剑花，单手掐诀，五雷正阳诀。天空一条银龙划过，朝着我渐渐指引的方向呼啸而去。66怒吼，全身鬼气爆发，一道黑色漩涡缓缓成型，硬扛至刚至阳的雷诀。这才几天，他身上的鬼气怎么浓郁到这个程度？他做了什么？大哥，大哥救我！男人捂着断裂的胳膊，边喊边向这边爬。雷诀过后，66的脸色惨白，哪怕他功力大涨，硬扛天雷也不容易。一把薅起男人，让他躲在我身后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就是个普通人。放屁！普通人敢在大街上晃悠？没时间和他废话，等收了66，交给老杜他们去审。66，你自己乖乖跟我走，我保你不死。呵他一声冷笑，双手指甲瞬间暴涨，要和我贴身肉搏。一个闪身，66出现在我面前，血红的指甲就要割断我的喉咙，我还没反击，他就被扑倒在角落里。声音凄厉，扑倒他的也是一只鬼。哈哈，臭婊子，你完了！身后的男人发出怪笑。1只、2只、10多只厉鬼从角落里窜出来，齐齐扑向66，视线被黑雾遮挡，看不清里面的战况。男人猛地推了我一把，借力飞快地逃窜。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厉鬼们并不是一个阵营，互相会厮杀，看来66的修为就是这么起来的。这几天他应该吞了不少阴气。至于人，也不一定都是什么好人。刚才那个男的就不像个好娘。脑袋一转，还是得先抓人。如果能从他嘴里问出事情的真相，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和众多百姓的安全相比，抓66回园区已经没有那么重要。从腰间摸出来一只暗褐色的珠子，甩进战团。珠子遇鬼气直接炸裂，不分敌我，10多只厉鬼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。借爆炸的掩护，一块针眼大的光斑附着到66身上，随后隐而不见。做完这些，再没犹豫，向那男人追去。不疾不徐，沿着地上的血迹追出去4、5公里。血迹消失在城郊的一间小破屋前。先给老杜打了电话，告诉他这边情况。随后推开小木屋的门，屋里一男一女，男的嘴里叼了一把筷子，满脸汗水，呜呜直叫。女的正在给男人的断手爆炸，只是那止血的方法是用鬼气封住血管。见我进来，男人吐出嘴里的筷子，目光阴狠。兄弟，你救我一命，这恩情我记着，你放心，等我伤好了，100倍奉还。你等会，你先别吹牛逼，你告诉我，你这屋里瓶瓶罐罐都是干啥的？见我油盐不进，男人压低了声音。杀了他！女鬼快如闪电，一拳轰击在我的小腹上。好强，喉咙一甜，一口鲜血喷出，我倒飞出破屋，飞出10多米，撞到树上，又喷了一口血才停下。妈的，十殿阎王这就这个实力吧！一瘸一拐走回屋门口，又看了一眼屋内的结构。你在养鬼？朋友，我不杀你，你走，咱俩算两清。我没理他的屁话，把注意力放在那女鬼身上。她出不来，对吧？这屋子底下有阵法，把她困在这了。如果她脱困，第一个杀谁还不一定。男人脸色有点难看，我知道，我说对了。好多东西也都通了。这男人在养鬼，或者说这男人的团伙在养鬼。屋子里的每一个陶罐里面都是一只鬼，有看门护院的厉鬼，也有宠物鬼。不知道怎么着，圈养的鬼失控了，才导致这云州大乱。几万只鬼，这些人胆子真大。非法养鬼利润确实高，可赚再多的钱，没命花有什么用？我就在这门口守着，等我的人来。你身边这女鬼厉害，我不进去就是了。男人双眼通红，朋友，非得鱼死网破。我不是鱼，也不是王，我是你爹。我叫陆文州，你在云州打听打听，得罪我的有好下场吗？我靠，陆文州，你是陆文州？他点点头，对，没听说过。我摇摇头，不好意思，第一次来云州。你他妈耍我？那没有，真第一次来。拖延时间呢，是吧？陆文州上下嘴唇碰了碰，不知道说了什么。女鬼转身回到他身边，对着他受伤的胳膊一口咬下。
鲜血滴答滴答落在地上，那是他吸得太快，从嘴角滴落下去的。女鬼吃饱喝足，眼神更加清明了3分。杀了他，我放你自由。那女鬼慢慢起身，我退了一步，耳边传来什么东西撕裂的声音。她缓缓抬腿，一脚踏出了小破屋。女鬼再次冲杀过来，这次有了心理准备，提剑格挡，桃木剑应声碎裂。我也发了狠，双手虚握，大拇指间划过其余4指，再把2只大拇指咬开。太阳不发光，你当我是西红柿炒鸡蛋是吧？食指精血飙射飞出，落地之后蜿蜒爬行，一道血红色法阵刹那形成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。周身金光一闪，和那女鬼对轰一拳，双双倒退。我和那女鬼站得正酣，陆文舟踉跄着走出破屋，向道路更深处的阴影里走去。女鬼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眸里是比看向我更甚10倍的凶厉。但杀了我之前，他还不算解脱，没办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。转身更加凌厉地向我攻来，一道黑影擦着我的头皮飞过，身上的鬼气翻滚，本体也隐隐绰绰，是66。他赢了，摆脱了那10只厉鬼。只是他的状态不太好，可以说是非常差，身上鬼气弥漫，是因为受伤太重，控制不住。文斌，坚持住！老杜带着一众人天师赶来支援。你们围困抓活的，这女鬼是重要证人。老杜操着法器接了我的班。我咽了口唾沫，润了润发干的嗓子，跟着66追向陆文舟。你还记得我吗？陆文舟瘫在地上，嘴角都是白沫子，从腰间摸出最后一件法器，软绵绵地丢向66。66侧身躲过我手的鬼成千上万，谁记得你？当初你们抓到我的时候，我还是人。听到这，我全身冷汗一下就冒出来了。抓活人练成鬼和直接抓鬼贩卖可不一样，这伙人该千刀万剐。你们逼我喝孟婆汤，想磨灭我生前的记忆，可我怎么能忘？这么多年，多少被你们害死的人变成了厉鬼，变成了宠物，苟延残喘。我们抓着那一点点的记忆不放，就是想要找到你们，想要报仇。现在我们来了，对上了。怪不得云州出现鬼打鬼的情况，是像66这样冤死的人恢复了记忆，陆陆续续赶到云州报仇来了。他们对上的不仅是天师，还有陆文舟饲养的看门鬼。这些鬼偷袭了鬼贩子的据点，很多没有被调教成功的宠物鬼被放出来，云州一下子乱了。我也不想和你废话，你死了，我好去找下一个人。66准备出手，我一个闪身站在66和陆文舟中间。66皱眉，不理解地看向我，你要救这个畜生？那个，我是以编外人员的身份来云州的，但编外人员也得听领导的，你懂吧？66摇头，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头目，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挖掘出他们背后的势力。他的脸色更阴沉了，如果能抓到更多的人，打掉更多的鬼贩子团伙，不管对人还是对鬼都有好处。面前的66沉默，双手颤抖，总结一句话就是，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。所以呢？所以你不能当我面纱，你等我走远了再动手，我就当没看见。66一愣，眼睛里有晶莹的东西闪过。鬼是不会哭的，鬼没有眼泪，养鬼多年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回到小破屋，女鬼被一众天师压制，收到百纳袋里，几人各自分工调查取证。陆文舟呢？我摆摆手，不知道，跟丢了。跟丢了？你能跟丢？爱信不信。66呢？也跟丢了，别问了，烦着呢。老杜摸了摸鼻子，嘴角略微翘起，没拆穿我。带人往那个方向搜查，不一会就发现了陆文舟的尸体，已经被折磨得没有人形。事情调查的差不多，剩下就是收尾工作。现在66的情况也了解清楚，我窝在宾馆里偷懒。等天黑透，从包里拿出来一个水晶球，上面有红光一闪一闪的，那是66的位置。红光快速移动，往城中心飞去。坏了，他还要害人！师傅，再开快点！大哥，市区限速，你再着急我也不能飞过去。我给你钱，不是钱的事儿还扣分啊！2万，来，你把安全带系上。风驰电掣，出租车司机给我上演了一把什么叫专业，但还是来晚了。66在这里已经停留了半个小时，那家人估计是凶多吉少。到了地方，顾不得敲门，一个纵身翻过院墙，进到这家小别墅。先看房门，锁的，用衣服包裹好脑袋，撞破玻璃，来到客厅，鼻子嗅了一下，鬼气很重。66还在这里。哎，你这人，你他妈谁呀？一人披了睡衣，骂骂咧咧地冲进客厅。我看他那模样，有点眼熟。你他妈是兵哥呀？得，知道为什么眼熟了，是粉丝。真是兵哥呀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来你敲门呀，怎么还走窗户？哎呀，也不管窗户了，先合个影。你等会，我问你，你家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不对劲。他四下看了一圈，看了看被撞碎的窗户，又看了看我。我不算。那没有了。你家还有什么人？我爸住2楼。有宠物鬼吗？有一只，也在2楼。带我上去看看。咚咚咚，粉丝敲了敲门。爸，你睡了吗？
没一会儿，一位老人把门开开，看了我一眼，这是文斌呀，前段时间还网上连线过的。哦，不吃米线，你吃吧。咣当，老爷子把门一关，回屋接着睡觉。不好意思呀，我爸他这里有点问题，不太明白事儿。粉丝用食指指了指头，我点头表示理解，帮忙收拾好破碎的玻璃，看了一眼水晶球。六六还在这里，不知道想做什么。他一心躲起来，还真不好找，除非弄出大动静。斌哥，你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儿，我心疼你家那只鬼，就过来看看。见到老爷子，我想起来了，就这带爹天天白天遛鬼，和我爸说了，已经不遛了，放心吧，那鬼的状态也好了很多。那就好。我爸呀，受了刺激，有的时候不好劝。因为什么呢？我有个妹妹走丢了，找了很多年也找不到，我想应该是死了吧。你妹妹长什么样子？有没有照片？他翻出来一张老相片，相片上的女孩正是六六。我妹妹丢后，我爸就疯了，我给他买了只宠物鬼，说那就是我妹。我妹以前最喜欢缠着我爸，两人一起出门晒太阳。老爷子别的事儿记不住，出门遛弯晒太阳记得可清楚了，就是可怜那只鬼。不过斌哥你放心，现在肯定是不遛了。我拍了拍粉丝的左边肩膀，表示安慰。他的右边肩膀，六六轻轻地靠着，和照片里面的动作一模一样。照片里的男女笑得灿烂，现在男的一脸唏嘘，女的眼里又泛起晶莹。别墅门口，我找了个空地，躺在地上，看着漫天的星星。六六躺在我身边，也看着天。看过你爸了？六六轻轻嗯了一声。我帮你瞧过，老爷子身体不错，命数也硬，还能再活好些年呢。他不言语。那天直播连线，你就认出你哥了？对，记忆一下子就回来了。那不应该，你哥应该在直播间里见过你，应该知道你在我这里。我换了样子，只对我哥和我爸，他们认不出来的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已经死了，留个念想，不回到他们身边了。六六起身，背对着我，黑发随风微微起伏。回生之后，有了记忆，也有了法力，那就是厉鬼。厉鬼在家里是会害到家里人的。你打算以后怎么办？继续找鬼贩子，见一个杀一个。果然成了厉鬼，还是变了他的心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法力会越来越大，也会越来越嗜杀，早晚有一天会对普通人下手，会为祸一方，或死在天师手里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不后悔能杀了陆文舟，我的心愿就算了，你动手吧。电话响了，是老杜。我赶紧接通，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事儿，他简单和我说了情况。游荡的宠物鬼抓得差不多了，云州的犯罪团伙也摸排了个10之8九，头目或落网或伏法，只有小猫3、2只还在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规模的鬼贩子不多见。更严重的是，这还只是这伙人一个分支，总部得出了云州，再往东南去，那里已经不属于九州国了。想彻底灭了这伙人，任重道远。对了，六六找到了吗？我看了一眼六六的背影，找到了。你自己处理还是交给我们处理？已经杀了，不用处理了。老杜沉默了30秒，你他妈能不能不每次都把我当傻子？你好歹编个像样的理由吧。跟我回园区吧。六六歪着头，想着什么。回去做什么？帮我看门。你不怕我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那园区会怕鬼？也对，我要是闲不住呢，我就带你出门溜溜弯。去哪里溜？哪里有鬼贩子就去哪里。六六眼睛一亮，真的？骗你是你儿子。青光一闪，六六化成一股青烟，在我腰间飞舞一圈，钻进腰带上的小葫芦里。谢谢，这2个字轻不可闻。我再看看天，一块乌云挡住了星星，让人看着有些压抑。电话又响。文斌，你自己回去吧，山州青城又出事儿了，我得直接去那边。什么情况？纸片杀人。纸片？阴阳师？不知道呢，到了再说。好，注意安全。拍了拍腰间的葫芦，也不知道是对六六说，还是对自己说。先回家吧，现在这世道不太平，希望咱们园区还能保持宁静。葫芦轻微摇晃了一下，表达的意思很明显，是3个问句。过去帮忙。走不走？干他？去个屁！再不回去，我那一堆鬼都饿死了个屁的。要不是你，我能折腾到这？葫芦在晃。走吧，去干他。